战争呢已经进行3周了，美以伊朗3个国家就没有停手的意思。网络上出现了很多分析美国、以色列、伊朗的战术啊、战略啊这样的视频，而我这一次要换一个视角，从漫天的导弹拉回到泥土里，因为我发现小椅子一个巨大的漏洞啊，那就是让人吃饱饭的农业。如果伊朗攻击这一点，足可以迫使以色列投降。也正好解释一下为什么说以色列那套武装到牙齿的农业和后勤系统其实只是吹的厉害。现在很多人以为啊，以色列这个国家手里捏着核按钮，头顶个铁穹、大卫投石锁、剑3等防空系统，背后呢还有美军亲自下场操作萨德反导撑腰，简直呢就是一个无懈可击的钢铁堡垒。你是不是也觉得只要五角大楼的军火专机不断降落，只要华尔街的美元源源不断的砸进去，特拉维夫就能在这场中东乱局中安枕无忧？今天我要把这层西方媒体吹上天的迷彩滤镜啊掰开揉碎分析一下。在这场战争中呢，真正能要了以色列命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高超音速导弹洗地，而是那些藏在沙漠里有可能会被黑客锁死供水阀而枯死的一颗颗白菜，是国家粮仓里发霉长虫的小麦。就在以色列这片被吹捧为沙漠奇迹的农业神话背后，掩藏着5个根本无法防守的致命死穴。如果伊朗能发现并采取行动，这才是一场悄无声息的饥饿消耗战，才能让以色列进入真正的亡国倒计时。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仁。大家回想一下最近这大半年的中东局势，25年到26年，西亚这个地儿一直它就没消停过，很多擦枪走火像路易16摸头一样找不到头绪啊。到了2026年底，美以联手搞了一个代号史诗狂动的大规模空袭行动，紧接着呢，伊朗和整个抵抗之湖的报复就来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像下雨一样砸向以色列。这个时候媒体上全是什么画面呢？全是以色列和美军防空系统在夜空中拉出伟焰火光，官方战报吹得天花乱坠，说雷达预警多牛，拦截导弹多么先进。这种数字游戏糊弄一下外行还行啊，内行人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账本，看的是底盘，看的是弱点。就在全网都在为这种赛博朋克式的防空大战惊呼的时候，以色列的宏观经济早就渗透出浓浓的血腥味了。2025年第2季度，以色列经济直接萎缩了 3.5%， 商业贸易暴跌 6.2%， 因为红海航线被胡塞武装死死掐住了，南部的埃特拉港几乎全面停摆，濒临破产，一半的港口员工面临失业了。老百姓的直观感受是最真实的，你防空导弹再牛，能当饭吃吗？不能。战争的余波传导到超市的货架上，蔬菜价格暴涨 18%， 水果价格起飞上涨到了 12%。 这样的数据就要牵扯出以色列那个一直被奉为神明的高科技沙漠农业。几十年了，以色列一直被包装成一个农业超级强国，他们用微电脑控制灌溉技术，把水资源利用率做到了 90% 以上，生活污水回收率更是高达 86% 啊！甚至在地中海沿岸建了一排海水淡化厂来给全国续命。听起来是不是很热血啊？简直是人类征服自然的赞歌。可是朋友们，在工程学的领域里有一条铁律啊，一个系统越是精密复杂，它就越脆弱不堪。这套高科技农业系统本质上根本就不是什么强壮的农夫，它就是一个躺在重症监护室里，全身插满了呼吸机、起搏器和输液管的重病患者。这么一套看似无敌的系统，一旦被战火烧到，拔掉任何一个管子，神话就会瞬间变成笑话。我们上面说了啊，以色列的农业有5个死穴。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水网基建。在以色列沙漠里的农作物早就丧失了在自然界生存的本能，它们的根习惯了滴灌管理定时滴下的营养液，根本没有深入土壤去寻找水源的能力。以色列在全国的水网并不像中美那种多中心、抗打击能力极强的分布式网络，它高度集中在几个公开的海水淡化厂的加压泵站上。这些设施的位置呢，别说军用卫星了，你打开手机里的民用地图软件都能精确导航到大门口。
如果你觉得炸水厂动静太大，那咱们看看第二点啊，就是新玩法网络战。就在这2年，伊朗背景的黑客组织盯上了以色列的 PLC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一家叫做 Mortec 的水资源管理公司给全球装了大量智能灌溉系统，结果网络安全专家发现啊，以色列境内居然安装了几十套农业灌溉水泵，连这个密码都没上。这不就是在互联网上裸奔吗？想象一个画面啊，内盖夫沙漠白天的地表温度能飙升到45度以上，一个坐在德黑兰的黑客敲几下键盘就能锁死加利利湖抽水泵的阀门，或者一发几千块的廉价无人机炸弹就能炸掉温室大棚的配电盘。失去了电力的玻璃大棚瞬间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太阳能微波炉，不需要1个月，只要断水断电2-3天，那些娇贵的蔬菜和农作物就会在滚烫的沙尘里彻底化为灰烬，烂的连渣都不剩。水管子保不住，那种菜的地面总该安全了吧？如果你以为以色列农场都是安安稳稳的躲在大后方，那就太天真了。历史给以色列留下了一个极其畸形的战略包袱。当年呢，为了用农业定居点来宣示领土主权，以色列把大量的蔬菜基地建在了最危险的边境地带，南边那个被称为加沙包络区的地方，一个常年火箭弹乱飞犹如火药桶一样的危险地带，居然供应了以色列全国高达 75% 的蔬菜，就像你把全家的口粮全部挂在了活火山口上一样。北边的加利利和格兰高地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啊！珍珠党火箭弹和反坦克导弹持续打击，北部引发了无数场大火。根据权威农业机构的数据表明啊，北部有近10万英亩的土地被烧焦了，大约1250英亩的果园和葡萄园被彻底摧毁，损失的新鲜水果高达 3.5 万吨，直接占了全国食物损失的 25%。果农阿米特·法西马看着烧焦的树干欲哭无泪啊！果树和速成蔬态是不一样的，重新种一棵苹果树或者牛油果树需要7到9年才能恢复挂果能力，光是重新补种北部的果园和葡萄园就需要砸进去将近8000万美元。这片土地的农业元气至少被战火打退了10年，这就是把饭碗放在钱下的下场。既然本地种菜这么危险，那么靠人去抢收行不行？这就要扒一扒以色列极度依赖外籍劳工的软肋了。高科技农业吹得再玄乎，说到底它依然需要活生生的人去田园里摘果子，打包蔬菜，在烈日下维修堵塞的滴灌管。以色列本地的农业人口少得可怜，几十年下来他们极度需要外籍劳工，这就形成了一个雇佣兵式的农业劳动力市场。冲突爆发前呢，大概有10万巴勒斯坦劳工在以色列打工，战争一响，出于安全的考虑呢，以色列直接吊销了这批人的通行证，人数断崖式下滑，跌到了8000人左右。为了填补这个黑洞，以色列政府急眼了，疯狂从泰国、斯里兰卡和印度招人，把外籍劳工的总数强行翻倍，塞到了近23万人。但是朋友们，账不是这么算的。平时风平浪静，大家为了赚点美金还能凑合干，但一旦防空警报拉响，满天都是爆炸和火光，你觉得这些为了赚点辛苦钱的异乡人会愿意用命去替你摘番茄吗？这战争一开，超过10万名外籍员工陷入了极度恐慌啊！超过2万名工人连夜买高价机票，打包行李，疯狂大逃亡。人力资源公司的大佬们都急得跳脚了，这种靠外援堆起来的劳动力市场，一旦遭遇恐慌就直接清零。现在以色列国内甚至出现了把剩余劳工当成奴隶一样压榨的极端情况。没人摘果子，你温室里的番茄红透半边天又怎样呢？最后只能任由它掉到地里发臭。听到这儿，我相信肯定还有人要杠一下啊！就算本地菜烂了，劳工跑了，以色列这么有钱，直接从国际市场买不就得了吗？但实际上，这是以色列高层最不愿意面对的死穴。其实很多人都被农业强国的光环给骗了。在蔬菜和水果自给自足的华丽外衣下，以色列的主粮和蛋白质来源基本都需要进口。来算一笔账啊，以色列 97.2% 的谷物消费必须依赖外部进口，大米 100% 靠买，鱼类进口的依赖度高达 94.6%， 油脂类呢大约有 83.6%， 连红肉都有将近 63% 靠海外轮船运进来。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粮食进口依赖度排名里，
以色列在169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149位。他们的进口航线现在是个什么鬼样子呢？99%的进口物资全靠海运，红海和曼德海峡2个咽喉要道正在被也门的胡塞武装死死摁住。满载着小麦、化肥和饲料的巨轮根本不敢走这条捷径，被逼着绕行遥远的好望角。这一绕不仅时间多出10几天，海运运费和保险费更是狂飙。更狠的是呢，土耳其在2024年直接对以色列下达了全面贸易禁令，每年几十亿美元的廉价物资供应瞬间被切断了。那么以色列的国家紧急储备能救命吗？2025年10月，以色列国家审计长恩格尔曼发布了一份极度骇人的审计报告。报告里白纸黑字的写着国家紧急仓库里的战略物资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查了一下小麦仓库检查人员当场傻眼了。仓库里不仅没有温控设备，小麦甚至爬满了虫子和飞蛾，还混杂着厚厚的灰尘和鸽子粪。因为高温和存储不当，大量的救命粮食直接发霉变质。另外还有一个是动物饲料这一点更让人绝望。应急仓库里的动物饲料缺口高达 50%， 连维持牲畜健康的液态和固态油脂、维生素等核心配料都严重短缺。没有饲料，鸡怎么生蛋，牛怎么产奶？这就等于变相切断了全球的肉蛋奶供应链。整个国家的生存命脉装在别人家的货轮上，漂泊在到处是反舰导弹的海面上，而自家后院的粮仓却在发霉长虫。这就是所谓的战略安全，难道不是一个极其荒谬的玩笑吗？最后咱们来看一下让五角大楼和以色列军方都感到骨髓发寒的现实极度不对称的攻防经济账。为了保护这么脆弱的生态，以色列搞了3层防空。可是你知道打一发拦截弹要烧掉多少钱吗？拦截一枚手搓的劣质火箭弹，铁穹一发就是几万到10几万美元。要是对付大气层外的弹道导弹，动用剑3系统，一发拦截弹的成本高达400万美元。美国人部署在以色列的萨德反导系统更是夸张2025年财年的采购价，一枚拦截弹是1270万美元。如果你用海军的标准32型导弹来拦截，一发就是2800万美元这哪里是打仗？这简直是用纯金在天上洒水花。在面对伊朗和代理人武装的饱和攻击时，几天之内，以色列和美国就消耗掉了150多枚萨德拦截弹和80多枚标准3，这直接打空了美军1/4的战略库存。美国几年的产能，在将近3个星期的冲突里就被烧得干干净净可是反过来，破坏以色列的农业和基础设施需要多少钱呢？一架几千美元的商用无人机挂点炸药呢，就能炸掉配电盘。一个黑客用零成本的木马黑掉没有密码的灌溉系统，或者一个破坏分子趁黑摸到沙漠里的输水主管道旁边，拿一把五金店买的几十块的破手钳，直接掐断主阀门。这就是经济账的降维打击几千美元的破坏就能让几百亿美元的防空系统失去意义，几百块的破坏工具就能让上百万的高科技农田化为死地。你用纯金打造了一面盾牌，而你的对手只用了一把生锈的切菜刀，就能让你的盾牌毫无作用。看明白了这个死穴，咱们再把视线拉高那些还在迷信高科技武器、迷信航母战斗群的人该醒醒了。对手伊朗根本不需要用昂贵的弹道导弹去进行无休止的洗地，那是外行才干的事儿。真正的战略高手玩的是一场让你窒息的饥饿消耗战，这是一种让人绝望的慢性失血。伊朗及其抵抗阵营只需要保持低强度的袭扰，时不时在波斯湾干扰一下 GPS 信号，在红海扣一艘船，在边境放几把火，偶尔发几波无人机去听听响。结果呢，就是海运保费永远居高不下，进口粮食和化肥的价格永远在天上飞。结果就是泰国和斯里兰卡劳工觉得这个地方太邪门，宁可不赚钱呢，也要赶紧逃命。结果就是那些精密的滴灌设备和农业配件因为供应链中断而无法维修，慢慢变成一堆废铁。导弹飞过来，以色列老百姓可以躲进防空洞，但是战争的余波传导到超市的货架上，当货架上的鸡蛋和牛奶开始限购，当应急仓库里掏出的只有发霉长虫的小麦，当老百姓每天睁开眼都要为能不能吃饱饭而发愁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国家高度紧绷的社会秩序还能维持多久呢？这就是古老地缘政治宿命的残酷了。资本的狂欢和高科技的滤镜在这个宿命面前脆弱的连一张纸都不如。你以为用美元和芯片就能强行逆天改命，就能在沙漠里永远维持一个不接地气的赛博堡垒？
大自然和战争的铁律会教你做人。高科技农业确实是工业文明的一座丰碑，但它终究是一个需要温室保护的婴儿。在这场完全不对称的博弈中，时间完完全全站在了伊朗这一边。伊朗的国土面积大，有战略纵深，有俄罗斯和中亚的陆路走廊，粮食安全根本不怕被海路封锁。而以色列呢，背靠着大海，面对着怒火，底座还漏着沙子。对手只需要坐在那里，偶尔敲打一下玻璃，沙漠就会看着维持以色列国运的沙漏一滴一滴的流干。所以呢，各位朋友，拨开表面那些眼花缭乱的新闻报道，看透这些底层的硬核逻辑，你还觉得以色列能在这场消耗战里全身而退吗？你觉得这场战争的终局究竟会走向何方？是继续陷入无底洞的武装对峙，还是在内部经济和后勤崩塌中走向彻底的妥协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打出你的看法。好了，本期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叫五人，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